又是一个我无法招惹之人。这他娘的啥玩意啊！这是老子在远古时期就算不是顶尖，但好歹也是能在远古时代最鼎盛时期赚些名号之人，怎么到了这个时代，就这个也招惹不起，那个也招惹不起了？当今时代修武者这妖牛的吗？八卦道仙那个表情多少有些不服，但不服之中还掺杂着委屈，呵呵呵。而看到八卦道仙这个反应，向来严肃的恐怖巨脸竟发出了一阵笑声，这阵笑声可没有丝毫的含义，是纯粹的笑。他非常理解八卦道仙现在的感受，不因别的，只因八卦道仙现在的感受，他娘的也有过。大人，您笑啥？晚辈说的不对吗？晚辈可是从远古最鼎盛时期存活下来的，我以为我出世之后，只要实力稍微显现，便会受亿万生灵膜拜，他们将会为我建庙烧香，把我当神来供奉。可结果，我还没走出祖武天河的祖武星域呢，就有2个我招惹不起的了。那这浩瀚修武界，还有我容身之地吗？我都他娘的以后见到当代武者都不敢提说我是远古时期存活下来的了，提了丢人啊！我怕他们骂我把修为都修炼到狗身上去了，我怕他们嘲讽我，对我说远古时代修武者就这。八卦道仙很是委屈的说道：巧合吧，本尊并不相信当代武者都如此强横，应该只是凑巧最顶尖的一些，恰巧被我们遇到了。按理来说，以这个时代修武之道发展的时间长度来看，他们还远没有到鼎盛时期才对。恐怖巨脸竟难得的安慰起了八卦道仙，可唯有他知道，他也是在自我安慰。前辈您这样我认同，当代武者就算有强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况且毕竟这里祖武世界，而我听闻命运始祖大人可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这片土的本就不同寻常，出现2个妖孽倒也能够理解。八卦道仙说道：命运始祖大人到底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其实无人知晓，都只是猜测罢了。说来也可笑，这个世界的当代人之中，居然也有知道命运始祖大人的，甚至还流传着关于命运始祖大人的故事。恐怖巨脸讽刺地说道：这里的人居然知道命运始祖大人，那流传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八卦道仙好奇地问道：这个时代的修武者怎么可能了解命运始祖大人？虽不知他们是如何知道命运始祖大人的，但他们所说的故事自然是很扯的故事。恐怖巨脸说道：倒也是，世人愚昧，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存在，就会用编故事的形式给予解释。算了，这些事情我就不问了。话归正题，大人，那个将楚风亲朋好友掳走之人，他叫什么？他为何要掳走楚风的亲朋好友？八卦道仙又问道。本尊又没有刻意去打探，怎么会知晓这么多？本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现在轮到你了，你要告诉本尊的消息呢？话归正题之后，恐怖巨脸又变得不耐烦起来。您看，刚刚聊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变脸？八卦道仙嘴上虽然这样说，可他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意外。显然对于性情古怪、阴晴不定的恐怖巨脸，他是心中有数的。少废话，快说！恐怖巨脸又催促道。这一刻，不仅来自虚空之上的压迫感更强，甚至隐隐间还涌现出了一些杀意。别，晚辈说，晚辈这就说。见此情形，八卦道仙明白，的确是无法从恐怖巨脸这里打探到更多消息，便赶忙说道：据我所知，桃源古仙也未死，他也未死。而听闻此话，恐怖巨脸的语气竟发生了变化，那不是愤怒，竟然是一抹慌乱，慌乱之中还带着些许恐惧。你从何得知的这个消息？你见过他？恐怖巨脸又问道。晚辈也是从旁人口中得知，也不能绝对确定，但是8、9不离10。晚辈知道大人与桃源古仙有些恩怨，所以才将这个消息告诉大人。大人还是离开祖武天河吧，如若不然，被桃源古仙知道大人你也未死，恐怕会找大人麻烦。八卦道仙说道。当年是当年，现在本尊未必怕他。你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赶紧滚吧。恐怖巨脸说道。你看，真是翻脸不认人啊。既然如此，那晚辈便告辞了，大人再会了。虽然恐怖巨脸态度很不客气，可八卦道仙临别之时，还是对着虚空施以一礼，礼过之后也便转身离去。而八卦道仙刚走，下方空间一阵扭曲，很快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这世界之中。那是一个人形生物，但它身躯极大，竟高达1000丈有余，宛如飓风一般拔地而起，贯穿云层，简直大到不可思议。并且它浑身长满了血红色的毛发，那毛发很是怪异，宛如鲜血染成的一般，看着便令人毛骨悚然。并且那血红色的毛发覆盖着它整个身体，看不清它的容颜，只能看到一双宛如太阳一般巨大却又空洞洞的双眼。类似这样的红毛巨人，当初仙海少羽曾在这里见到过，并且曾见到过100万只之多。不过相比于仙海少羽当初见到的红毛巨人，此时出现的这只红毛巨人还是有些区别的。仙海少羽当初见到的红毛巨人是没有穿着服饰的，并且受伤，拿着血淋淋的镰刀，看着就像是只为杀戮而生的可怕屠夫。可这只红毛巨人却是穿着服饰的，看上去比仙海少羽见到的要文明许多。虽然看着文明，可他身上所散发的气息却比仙海少羽见到的100万只红毛巨人还要强大得多。大人就这样放八卦道仙走了？倘若八卦道仙去将您的消息告知桃源古仙，可该如何是好？这红毛巨人问道。八卦道仙虽然嘴贫，但做事还是有分寸的。况且别看他在本尊面前表现得很是卑微，但你就看不出他实际上并不惧怕本尊。过去这么多年了，八卦道仙的实力可能没有停留在原地，贸然交手可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恐怖巨脸说道。那大人，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红毛巨人问道。听闻此话，恐怖巨脸忽然沉默起来，良久之后才再度开口道。既然都已恢复记忆，便没必要留在此地，去通知各族，我们今日便离开此地。楚风回到大千上界的时候，那些跟雨薇大人以及楚风他们自暗夜神河一同出来的人已经被遣散，只有宋雨薇留了下来。宋雨薇的意思很明显，他要跟随楚风，接下来只要楚风去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而楚风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则是拿出那神秘人留给他的画卷，给圣光白眉等人观看。毕竟，如今楚氏天族族人以及他祖武下界诸多朋友都被关押在了这画卷上的地方。若是能找到这画卷上的地方，便多半可以找到自己的族人们。圣光白眉，尤其念天道人，乃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也许会知道画卷的位置是哪里。只是可惜，看了画卷之后，哪怕是圣光白眉，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不过对此，楚风倒并没有感到失落。楚风询问他们，只是想增添一点希望，但其实并没有寄予太多期望。他早就猜到这画卷上的地点没有那么好找。可忽然，一只白色的光鸟从远处飞掠而来，且奔楚风而去。它原本速度极快，可靠近众人后，却又突然减缓速度，而后开始围绕着楚风舞动。这是一种可以传递消息的阵法，只是这道传递阵法属于是较为厉害的一种。它的速度不仅超越了5尊境强者，还可以自行进入远古传送阵，是能够跨越天河进行消息传递的。只要锁定了被传递者的位置，除非有特别厉害的防御阵法，否则他都可以穿越而过，找到被传递者。是九魂圣族，有消息了。看到这光鸟，圣光白眉不由问道，因为当初离开九魂圣族的时候，楚风曾嘱咐九魂圣族的人帮忙打探关于其奶奶的下落。九魂圣族族长便给了楚风一道印记符纸，说日后有消息，若找不到楚风，会用传递阵法来传递消息。若日后有一只白色的光鸟找到楚风，便是他传送的消息。而这只光鸟也散发着九魂圣族族长给予楚风的那张印记符纸上面相同的气息，所以看到这光鸟的时候，楚风等人便都知道这是九魂圣族族长传递来的消息。至于这光鸟之所以能找到楚风，也是追踪那颗有印记的符纸而来。让我看看。楚风伸出手掌，那光鸟便主动落在了楚风掌心，且幻化成一团指甲大小的白色光体。楚风将光体按在脑门上，光体便立刻与楚风相融，而光鸟上记录的消息，同时也是融入楚风脑海。原来是九魂圣族族长觉得亏欠楚风，楚风委托他们事情，他觉得这是报答楚风的机会。可九魂圣族能力有限，一时之间又打探不到关于楚风奶奶的消息。毕竟在楚风委托他们之前，他们自己也在找楚风的奶奶，但是一直找不到。于是九魂圣族族长便去找宋长生了。毕竟宋长生神通广大，也许他会有关于楚风奶奶的线索。其实换作寻常时候，九魂圣族族长就算有事去求见宋长生，也不会见他。但这一次，当九魂圣族族长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后，宋长生不仅见了，还告知了九魂圣族族长关于楚风奶奶的线索。原来楚风的奶奶之前的确一直在九魂天河，只是现在已经离开了。宋长生只知道楚风的奶奶向图腾天河的方向而去，具体去了哪里，宋长生并不知晓。当然，九魂圣族与宋长生只知道那是一个实力不俗、有些疯癫的老太婆，并不知道她就是楚风的奶奶。事实上，楚风之前也不能绝对的确定，但当他见到雨薇大人之后，就已经确定那个疯癫的婆婆就是他的奶奶无疑。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楚风也没有隐瞒，告知了圣光白眉等人。楚风少侠，那你要去图腾天河吗？圣光白眉问道。我本就打算去图腾天河一趟的，现在看来就更要去了。楚风说道。楚风少侠，这一次我们怕是不能陪同了，因为就在你回来之前，我们收到了圣谷的消息，圣主大人出关了，要我们回圣谷一趟。圣光白眉说道。前辈，你们有事去忙便是。楚风说道。楚风，我也要和我师尊还有白眉大人不与大人他们去圣谷了。听闻图腾天河高手如林，你和宋前辈此去可要多加小心，尤其是你，虽然现在本事大得很，但还是要尽量低调一点，遇到能忍的事情还是尽量忍一忍。楚灵溪对楚风嘱咐道。他知道现在的楚风有多利奥的，只是楚风要去的毕竟是图腾天河，他还是有些担心。放心吧，我向来很是低调，一定会安然归来，希望在见面的时候你能让我叫你姐姐。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就别拿我说笑了，你都这种修为了，我这辈子也没机会让你叫我姐姐了。楚灵溪冲着楚风翻了翻白眼，随后圣光白眉、圣光不语、念天道人、楚灵溪母女俩便向圣谷行去。群妖圣殿殿主则是赶回群妖圣殿。至于楚风，倒也没有立刻前往图腾天河，而是先要宋雨薇留在这里，自己前往卧龙武宗。先不说夭夭一直在楚风身上，楚风要将夭夭送回卧龙武宗。楚风之前可答应过紫菱，处理完事情要去找紫菱的。不过也正因为要回卧龙武宗，楚风才没有让宋雨薇跟着，毕竟卧龙武宗可是不允许外人踏入的。况且楚风是偷偷将夭夭带出来的，回去难免受罚，他也不想让雨薇大人看到他受罚，所以只能只身一人前行。因为有段柳峰给楚风的令牌，楚风现在要回卧龙武宗倒是方便，只要是有远古传送阵的地方，就可以直接开启前往卧龙武宗的传送隧道。很快，楚风便来到了卧龙武宗。只是刚刚进入卧龙武宗，楚风便察觉到了不对，于是赶忙抬头看向虚空。那是这一看，楚风也是目露惊容。此时，卧龙武宗的虚空之上被血红色的气焰所覆盖，那气焰乍一看如同是云层一般滚滚翻腾，可偏偏那血红色气焰所散发的气息极为强大，威慑八方。正常来说，看到的这样的景象，楚风必然也是心中一紧，有所担心。但眼下楚风并没有。楚风首先感觉到这气息虽强，可并无危险，这乃是异象。但最重要的是，这遮天蔽日的红色气焰之中，竟散发着一缕紫灵的气息。虽然并不是很强，但楚风还是察觉到了。想必这异象必然是因紫灵体内那血红骨塔而来，所以楚风是感到高兴的。毕竟异象的出现，往往代表着得到收获。从眼前的异象来看，紫灵必然是从那血红骨塔内得到了不小的收获。楚风，你回来了！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
只见一道美丽的倩影正御空而来，眨眼的功夫，已是伴随一阵香气，落在了楚风的身前。此人乃是楚风在卧龙武宗的好友之一夏言。楚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夏言看到楚风，脸上有着掩不住的笑容。可很快，他察觉到了楚风身上的气息，小脸顿时僵住了。这是你的结界之力吗？夏言凝声问道。原来是楚风为了快速到达这里，使用结界之术来催动那可在远古传送阵内加快速度的船只，使得楚风的结界之术始终弥漫于身，哪怕没有再继续使用，可身上还是残留着一点结界之力。而楚风现在的结界之术可是达到了龙变九重的地步，距离传说中的神袍只是一步之遥。可哪怕龙变九重，那也是非常利奥的，尤其是对于同样擅长结界之术的夏言而言，这更是难以想象的。可不仅是结界之术，你再看看。楚风说话间，又有气息自体内涌现，那是八品武尊的气息。八品武尊，龙变九重，你小子咋回事？你才离开卧龙武宗多久啊？怎么再见面你就提升到这种地步了？夏言震惊的用双手捂住了嘴巴，因为他知道他太过震惊，此时的表情必然也很不好看。运气好，得到了机缘。楚风笑眯眯的说道。他早就料到夏言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也正常，因为这样的进步实在太大了。而楚风也恰恰是与夏言关系好，才这样展示自己的。这可不是炫耀，而是分享。太逆天了吧？哪来的机缘？回头我也去。果不其然，短暂的震惊之后，夏言表现出的却是狂喜，他是替楚风而感到开心。说来也巧，那还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楚风说道。初次见面的地方，难道是修罗葬的？夏言问道。对，楚风也不隐瞒，后面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知了夏言。我的妈呀，你说的是真的吗？那些修罗大军就在你体内？得知经过，夏言原本冷静的小脸再度张大了嘴巴。我还会骗你吗？好了，我的事情告诉你了，快说说这天空的景象怎么回事？是紫菱引起的吧？楚风问道。对，的确是紫菱引起的，不过紫菱一直在闭关之中，这异象已经持续了有段日子了，并且看样子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消失。夏言说道。那宗主大人有说什么吗？楚风问道。宗主大人只说不必担心，就离开了。夏言说道。离开了？宗主大人去哪里了？楚风问道。你还记得宗主大人带回来的那个弟子吗？就是那个卧龙之首，宗主大人叫他温雪。夏言说道。温雪，我知道，他怎么了？楚风问道。宗主大人不知从何的找到了一个来自远古时期的天赋测试台，让我们所有弟子和长老进行测试。而那温雪的测试结果非常恐怖，得到测试结果之后，宗主大人很是满意，便带他去修炼去了。夏言说道。这样吗？得知卧龙武宗宗主不在，楚风反而松了一口气，毕竟他偷偷将夭夭带走，若是卧龙武宗宗主在的话，难免会惩罚他。既然宗主大人不在，楚风倒可以说是躲过一劫了。对了，楚风，你既然回来了，你也去试一试吧，那天赋测试台可不太寻常，是能够引起异象的，可好玩了。而温雪所引起的异象更是覆盖了整个天际，把他给得意坏了。所以楚风，你可一定要超越那温雪啊！夏言说话间，便一只手拉住楚风的胳膊，快速的向卧龙武宗深处行去。很快，楚风见到了那天赋测试台。这天赋测试台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石台，但却散发着远古气息。但若仔细看，便可以看到天赋测试台上面刻满了古老的符咒，越是观察，越是心惊。楚风身为界灵师，能够感受到那阵法的厉害，至少是现在的楚风也远远不及的阵法。不过眼下那天赋测试台被一众结界封锁住了，为的就是防止有人随意踏入。但是那结界钥匙如今就在段柳峰的身上，夏言叫楚风在这里等他，他去通知段柳峰。可是这个丫头却不止通知了段柳峰，而是通知了很多人。当段柳峰来之前，卧龙武宗内外便有无数长老与弟子来到了这里，他们得知是楚风回来了，并且要踏上这天赋测试台，便都想亲眼看看楚风能有怎样的结果。毕竟楚风现在早已是卧龙武宗内公认的天才，甚至有人认为楚风是将超越独孤凌天的天才。毕竟楚风可是打破了由独孤凌天所保持的记录。我的楚风贤弟，你回来了。在此处人满为患之后，段柳峰才姗姗来迟，看那表情就好像是故意来迟一般。而来到之后，便拿出结界钥匙，直接将那封锁天赋测试台的结界阵法解开。段兄，我有何要注意的地方吗？楚风问道。不用，直接踏上去即可。段柳峰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便准备踏上那天赋测试台，可忽然之间，楚风停了下来。他取出了一个结界阵法，结界阵法内是一个世界。夭夭这些日子就一直只待在这个结界阵法的世界之中，可现在楚风感受到了夭夭非常想要出来的意愿。夭夭，你是想试一试吗？楚风说话间，便将这阵法世界打开，结界门开启之后，夭夭直接飞掠而出，快速的跑向了那天赋测试台。刹那间，黑色的气焰自天赋测试台冲天起，很快便覆盖虚空，竟与紫菱所引起的血红色气焰交相辉映。好强的天赋，这简直比温雪的天赋还要可怕。夭夭这小丫头竟然这么厉害吗？因为卧龙武宗宗主早就将夭夭带回来过，所以很多人早就见过夭夭。对于夭夭他们并不意外，但是此时夭夭展现的天赋则是让人们感到意外。这天赋测试台在场之中有天赋的人都踏上过，正因如此，他们才知道能够掀起如此动静的异象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爹爹，夭夭倒也不留恋，测试完毕之后，便笑嘻嘻地跑到了楚风身边。当他离开天赋测试台之后，那遮蔽虚空的黑色气焰也是随之消失。此时虚空之上便又只剩下了紫菱所引起的异象，但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却都汇集在了楚风身上，甚至此时这浩瀚人海所在的天地竟变得格外的安静，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想要看一看
楚风会引起怎样的异象？究竟是弱于夭夭和温雪，还是会强于他们二人？而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之下，楚风也是身形一纵，随后直接落在了那天赋测试台之上。猛然间，雷霆自天赋测试台冲天起，天哪！而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除了楚风之外，皆是目瞪口呆。只见虚空之上，9色雷霆化作9指巨兽，若隐若现，并未露出真容，可每一只的气息皆是毁天灭地。这一刻，紫灵所引起的异象早已是彻底不见，并非真的不见，而是被楚风所引起的异象所彻底覆盖。短暂的震惊之后，许多人都开始害怕，就连老一辈也是冷汗连连，身体不自觉地开始发抖。因为楚风的异象与旁人所引起的异象完全不同，那9指雷霆巨兽的气息太过可怕了，可怕到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甚至明知道是异象，也担心会被那异象所杀。可就在此时，那天赋测试台开始剧烈颤动，人们能够感觉到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是要从天赋测试台内冲天起。难道说楚风体内的天赋？不止如此，所有人都察觉到，虽然9只雷霆巨兽已是恐怖如斯，但楚风的天赋似乎不止如此，他还有其他天赋将要涌现。可忽然，那天赋测试台碎裂了，紧接着遮天蔽日的雷霆巨兽随之消散，而那先前被覆盖的紫灵所引起的异象也是再度浮现。看着那天赋测试台，所有人难以置信，这天赋测试台竟然碎裂了。因何碎裂？必然是因为楚风的天赋超出了这天赋测试台的承受范围。段兄，我好像又闯祸了。楚风的第一反应是有些紧张，这天赋测试台能够直接将人的天赋转化成异象，并且如此惊人，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可现在这天赋测试台却因自己而坏掉了，楚风自然觉得闯祸了。闯祸？闯什么祸？段柳风走上前来，故作不解地问道：“这天赋测试台好像无法修复了。”楚风有观察这天赋测试台，是想着能否修复，但结果显而易见，他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这哪里是闯祸，这是大功一件。段柳风笑着拍了拍楚风的肩膀。段柳风可是沉稳的人，就算高兴也很少表现得如此明显。大功一件，听到这4个字，莫说楚风，就连其他人都是有些意外。宗主大人临走的时候说过，这天赋测试台是极限的，当极限到了就会碎裂。但宗主大人还说，我宗门之内怕是无人能够让这天赋测试台达到极限，若有的话，那我卧龙武宗的名字迟早会因此人而响彻整个浩瀚修武界。可贤弟你却做到了，这岂不是大功一件？段柳风此话说出，众人也终于知道为何段柳风如此高兴了。若这样说的话，这天赋测试台碎裂反而真的是一件喜事了。可就算宗主大人这样说，但这天赋测试台毕竟如此宝贵，实在可惜。楚风现在虽不再担忧，可却觉得有些可惜。毕竟这天赋测试台如果不坏掉，还是可以供其他人使用的。现在倒好，谁都别想用了。哎呀，这你就别管了。贤弟，你快说说，你体内刚刚可有感受到什么力量？那即将出现的异象到底是什么呢？居然连这天赋测试台都无法承受。段柳风好奇地问道。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竖起了耳朵，他们也都很想知道楚风的体内还隐藏着怎样的天赋。站在这上面，体内并没有任何反应。其实我也想知道，那即将出现的异象是什么？不过根据我的猜测，应该是结界之术方面的天赋吧。楚风说道。这是楚风自己的猜测，毕竟除了天级血脉之外，他还继承了他母亲的结界血脉，那同样是极为厉害的血脉，多半便是了。只是可惜，这天赋测试台承受能力竟如此之差，如若不然，岂不是就能够看到2重异象于虚空争锋？段柳风有些遗憾地叹息一声，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虽然他也好奇，但却并不觉得遗憾。虽然对自己现在的实力，楚风很不满意，可是对于自己的天赋，楚风向来自信满满。毕竟天赋测试这件事上，楚风好像就没有输过。之后，楚风便与段柳风等人交谈起来，得知紫灵自从上次回来之后，便一直闭关，这异象出现也是有些时日了，具体发生什么无人知晓。但是宗主大人曾下令不让人打扰紫灵，所以便只能等待紫灵出关之后，才能知道紫灵到底会得到怎样的好处。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楚风也是决定等上几日，毕竟楚风此次一别，不知何时能归。临走之前，他也很想见紫灵一面。而就在楚风在卧龙武宗等待紫灵的时候，圣光白眉、圣光不语、念天道人以及楚灵溪母女已是回到了圣谷之内。你们回来了。他们刚刚回到圣谷，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但却满头白发，虽然是中年模样，可他的气场却非常之强。而看到这位，圣光白眉等人更是赶忙施以大礼，拜见圣主大人。原来这位便是圣谷的谷主，也是他们口中的圣主，当今圣光一族最强之人。别看这位圣主长得很是年轻，可实际上他的年龄非常之大。圣光白眉这种年龄的，在他面前也只能算得上是小辈中的小辈。此人是谁？圣主将目光投向楚灵溪。圣主大人，他名为楚灵溪，是楚氏天族族人。念天道人解释道。晚辈楚灵溪拜见圣主大人。楚灵溪也是赶忙施以大礼。楚氏天族，你与那楚风同一个家族？圣主问道。回禀圣主大人，我与楚风皆是楚氏天族。楚灵溪说道。那便不用称我为圣主了。圣主说道。他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愣，一时之间不明白圣主大人的意思。从今以后叫我师尊。圣主说道。听闻此话，众人更是一愣，圣主大人竟要收楚灵溪为弟子，但按理来说，楚灵溪的天赋，圣主大人应该看不上才对。圣主大人能得到您的认可，乃是晚辈荣幸。只是我已经有师尊了。楚灵溪说道。你师尊是谁？圣主问道。是念天道人。圣光白眉抢着说道，并且还一脸坏笑的看向了念天道人。
那是幸灾乐祸的笑容。毕竟之前他可是与念天道人争抢做楚灵溪的师尊，只是最后楚灵溪选择了念天道人，不曾想现在圣主大人竟看中了楚灵溪，这使得念天道人也无法成为楚灵溪的师尊了。倒不是说不可以两个人收同一个人为弟子，而是碍于身份差异，念天道人自己也不敢与圣主大人一同做楚灵溪的师尊。所以当圣主大人提出要收楚灵溪为弟子的时候，他便知道楚灵溪只能是圣主大人的弟子了。念天可否割爱？圣主大人看向念天道人，果然他是想让楚灵溪只成为他一个人的弟子。当然灵溪能得到圣主大人欣赏，乃是他的福分。念天道人不仅没有失落，反而少见的面露兴奋笑容，因为他知道若是楚灵溪能得到圣主大人的指点，那楚灵溪的前途必会有所突破。别看圣谷整体实力并不强，但他很清楚这位圣主大人可是非常之强。灵溪还不快拜圣主大人为师？念天道人还对楚灵溪催促起来。楚灵溪也不傻，虽知道何为尊师重道，但其实拜多人为师尊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连念天道人都这样说了，他又怎样呢？于是赶忙俯身跪下，对着圣主大人施以跪拜大礼。弟子楚灵溪拜见师尊大人。起来吧，既然拜我为师，我会让你得到蜕变。圣主大人主动将楚灵溪搀扶起来，而听闻此话，楚灵溪更是感觉激动不已。他看着圣主大人的目光，能够感觉到圣主大人并不是在开玩笑。不语，你先给楚灵溪他们母女安排住处。白眉、念天，你们随我来。圣主大人说话间，便转身向自己的宫殿行去。进入宫殿后，圣主大人便提笔在一张纸上挥动起来，笔停之际，便将那张纸递给了念天道人。念天去将这些东西准备好。圣主大人说道。遵命。念天道人也不怠慢，这些东西虽然难找，但是对于他而言，但是也能搞定。只是他不解的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乃是淬炼之物，这淬炼之物极为霸道。他很好奇圣主到底有何用，只是却也不敢问。而就在此时，圣主大人则是从怀中取出一颗珠子，珠子之内雷光璀璨，正是9色天雷。珠子不过鸡蛋大小，可当它被取出之后，这可容纳亿万人的大殿都被这雷光所覆盖。看到这颗珠子，任凭是见多识广的圣光白眉等人也是面露惊容，他们一眼就认出那是天极血脉。只是如此强大的天极血脉，怎么会被封存于这颗珠子之内？此物乃是我族先祖与祖武下界所得。那时的祖武下界还并没有修武者，乃是一片原始景象。但祖武下界毕竟是远古时期最鼎盛的世界之一，其中宝物无数，此物便是其中之一。根据先祖所说，若有人能将此物唤醒，便说明二者有缘，可将此物与其融合，必会让其脱胎换骨。圣主大人说道。圣主大人，难道说此物是被楚灵溪唤醒的？圣光白眉问道。正是他到来之后，此物才苏醒，你们感受一下。圣主大人说话间，将那珠子递给了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圣光白眉、念天道人将此物握在手中，果然能够察觉到此物锁定了一个人，那个人正是楚灵溪。只是楚灵溪那丫头的天赋，怎么可能会让如此厉害的血脉唤醒？圣光白眉十分不解，他虽然知道了为何圣主大人要收楚灵溪为弟子，可却不理解为何楚灵溪那样的人能让如此厉害的血脉苏醒。这就是缘分吧，毕竟缘分这个东西妙不可言。圣主大人说道。圣主大人只能将此物给楚灵溪吗？能否？圣光白眉话未说完，圣主大人便说道。你想说能否将此物交给那楚风？圣主大人问道。是。圣主大人，您是没有见过那楚风，那楚风才是我圣光天河的希望，他有机会让我圣光天河重新登上浩瀚修武界最顶峰。圣光白眉说道。我虽一直在闭关，可却是清醒状态。楚风在我族内的时候，我是知道的。虽然楚风在的时候，这血脉没有苏醒，但却也有反应。圣主大人说道。没有苏醒，却有反应。圣主大人，那是什么反应？圣光白眉好奇地问道。恐惧。圣主大人说道。恐惧？难道说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皆是面色复杂？只是2个字，便让他们知道这颗珠子内的血脉之力无法与楚风相容，同是天级血脉，却会产生恐惧。只有一种可能，便是那楚风体内的血脉之力更为强横，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这个血脉，就算他想要，这体内的血脉也不会接纳这个血脉。圣主大人说道。楚风少侠果然不得了。圣光白眉先前还有些郁闷，但现在却是笑得合不拢嘴。他郁闷是觉得这样的血脉给楚灵溪使用浪费了，还不如给楚风。现在高兴的是，哪怕如此厉害的血脉居然都配不上楚风，这更加证明了楚风的厉害。楚风小有如此利奥的，可当初却有人非要置他于死地呢。念天道人的脸上少有的露出了一抹坏笑，且还故意看了圣光白眉一眼。念天，你这老东西怎么也学会揭人短了？老夫当时只想着为我圣光一族出气，哪成想确实是老夫走眼了。圣光白眉冲着念天道人翻了个白眼，但随后自己也叹息一声。要说他这一辈子干过不少莽撞的事，可要说后悔的只有一件，就是之前险些杀掉楚风。他一直觉得若是当初就与楚风交好，也许他们2人的关系会更进一步。白眉，我懂你的心情，楚风固然是人才，可终究不是我圣光一族族人。若是能让我圣光天河站上浩瀚修武界顶峰的，不是那楚风，而是我圣光一族族人，岂不是更好？圣主大人说道。圣主大人，若真能如此，那当然最好。只是不是我白眉泼冷水，真与浩瀚修武界的顶尖天才相比，我圣古当今的这些的确差了一些。圣光白眉说道。听闻此话，圣主大人笑了笑，旋即看向念天道人。念天，你应该知道，我让你去寻的乃是用来淬炼之物，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要给谁淬炼？
圣主大人对念天道人问道：“圣主大人，难道不是给楚灵犀吗？”念天道人有些疑惑，当看到那天级血脉后，他便觉得是给楚灵犀的。可见圣主大人这样问，他便觉得好像不是给楚灵犀的，这是给我圣光一族当今小辈准备的。圣主大人说道：“我族小辈。”听闻此话，圣光白眉与念天道人皆是有些意外，好端端的为何要给他圣骨小辈进行淬炼？其实当年我族先祖离开之时，曾为我族后代留下一个镇族秘宝，先祖也曾交代，除非同一时代有多位天才出现，或者出现一位绝顶天才，否则不可使用这秘宝，因为这秘宝十分利奥的。如若说这天级血脉可以让楚灵犀得到蜕变，那先祖留下的秘宝若是使用，也同样可以让我族当代小辈的天赋与修为发生蜕变。而如今神之时代已然开启，我想到了使用这秘宝的时候了。圣主大人说道：“圣主大人，此话当真？”听到这里，圣光白眉整个人都变得激动无比，这甚至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般激动。他圣骨当代小辈本就出类拔萃，若是真有那等秘宝加持，那日后成就简直不可想象。这很可能是能让他圣光一族于浩瀚修武界崛起的机会，自然当真。这也是我叫你们回来的原因。我圣光一族沉寂这么多年，是时候大干一场了。先祖丢失的荣光，就让当今后辈们重新夺回吧。圣主大人此话说完，看向虚空，这么多年了，我圣光天河早就被人遗忘，如今神之时代开启，我圣光天河更会被他们抛在脑后。可我偏要让他们知道，这神之时代真正的主角究竟是谁。楚风在卧龙武宗已经等了10日时间，可这足足10日时间内，异象始终弥漫于天际，那异象没有变化，紫灵也没有出关的迹象。而根据楚风的观察，紫灵这次闭关不同寻常，若是出关，将非同小可。可也正因如此，短时间之内紫灵应该不会出关，所以楚风也决定不再等待，而是给紫灵留下了2封信函，由段柳峰转交。其中一封是留给紫灵的，另外一封信函是留给宗主大人的，是道歉的信函。毕竟之前偷偷将夭夭带走，就算如今将夭夭送了回来，可仍是心有惭愧。楚风，其实不用太有负担，你将夭夭带走的日子，宗主大人可从未说过半句责怪你的话，我甚至都没见他发过怒。接过信函后，段柳峰笑着说道。而听闻此话，楚风内心也是感到触动。虽然早就知道宗主大人表面对其严厉，实则待他不薄，只是楚风此次的确犯错。也正因如此，当得知原来宗主大人并不怪他后，他也是感觉心里暖暖的。楚风，你有事情要做，就放心的去做，别的不敢保证。紫灵和夭夭他们留在我卧龙武宗绝对安全。段柳峰对楚风说道。而看着段柳峰，楚风也是有着诸多话想说，可楚风不想将离别搞得太过伤感，于是咧嘴一笑，且抬手抱拳：“段兄，再会了。”见状，段柳峰也是笑了笑，可突然又一脸凝重看向楚风：“去吧去吧，你小子就是不让人省心，我不管你去做什么，但你记住，一定要平安归来。放心吧，我命硬着呢。”楚风笑着说道。随后楚风便离开了卧龙武宗，回到大千上界，把宋雨薇接上。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前往图腾天河，因为楚风还有一件事想做。龙小小容貌被毁，乃是楚风心结，而楚风如今已经具备帮龙小小恢复容貌的实力，临行之前自然要帮龙小小的容貌恢复。于是楚风便来到了龙室，可来到龙室之后才知道，龙小小与龙氏族长以及龙小小的母亲竟都不在龙室之内。原来龙小小楚风离开的日子，龙小小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此病非常古怪，无论怎样医治都是没用。龙小小虽在昏迷中，可每当夜晚繁星浮现之际，龙小小都会将伸出手指向浩瀚星空，而他所指的星空方向恰好是图腾天河的位置。若是1日2日倒也罢了，龙小小几乎夜夜如此，并且任由星辰变化，他所指的位置都是十分准确，每一次都指向图腾天河。于是龙氏族长判断龙小小的病也许图腾天河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已经带着龙小小前往了图腾天河，求高人医治病症。只是龙氏族长也不知道该具体去找谁求医，所以龙氏族长他们离开之时只说前往图腾天河，而没说具体前往何的，自然也没说何时回归。虽然担心龙小小这古怪的病症，可不知龙小小具体去向，楚风也不知从何找寻。但好在楚风现在的目标也是图腾天河，若是有缘，也许还能打探到关于龙小小的消息。于是楚风便与宋雨薇直接启程。相比于不知该前往何处求医的龙小小，为复仇而来的楚风可就目的明确，他们要去的乃是图腾天河，真龙星域的真龙上界。这真龙星域的主宰者正是司徒界灵门。经过一番赶路，楚风与宋雨薇也终于是走出了远古传送阵。当楚风的双脚落在这个陌生的土地之际，楚风的内心突然被怒火所填满，不因别的，只因如今统治这个世界甚至这方星域的人，正是让其奶奶变得疯癫的罪魁祸首。司徒界灵门，司徒界灵门，若不让你从这浩瀚修武界除名，我楚风便不配为人。这句话楚风并未明说，而是于其内心响彻，但却是楚风给自己所定下必须要完成的目标。楚风与宋雨薇乃是隐藏状态，且从传送阵走出之后，也是立刻御空而起，最终来到了一座古城之中。这座古城虽然设施很是破旧且古老，但建造的却很特别，城中的马路都是非常的宽阔，宽阔到有些吓人。也可能正因为马路太过宽阔，所以城中之人很少御空而行，反而皆是喜欢走在马路之中，所以这城中倒是有了一副非常奇特却也彰显繁华的景象。城中马路行走的修武者，不仅有高达1米有余的人族，还有高达100米甚至几千米的妖族巨物。毕竟有这样宽广的马路，妖族完全可以不用化作人形，也可以自由行走。居然处处都散发着远古气息，是远古时期完整保存下来的城池吗？楚风好奇地问道。回楚风少爷，
这座古城的确自远古时期完整保留下来的古城，因为这座古城现如今的城主待客有道，所以使得各方人马都愿意到这座城池休息。久而久之，许多人久住于此，在此经商，所以这座城池才能有今日这般繁华景象。也同样因此，使得这座古城的城主可以收集各方的消息，使得此地城主消息十分灵通。所以我们今日来这里，就是向这里的城主打探消息。宋雨薇解释道。对此，楚风倒不意外，他早就知道他们此行是打探消息的，毕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们既然为复仇而来，那么在复仇之前，先搞清楚对手的实力也是相当重要。随后，宋雨薇便来到了这座古城城主的居住之所。虽然城主待客有道，但也不是谁都能打扰他。在城主的宫殿群外，有着大量守卫把守。但宋雨薇拿出一块令牌之后，守卫不仅立刻放行，还主动将楚风二人引入一处恢宏的宫殿之内休息等候。二位，如今城主大人正在招待贵宾，恐怕你们要久等片刻了。那名守卫说道。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于此等候，麻烦你将这个给你们城主看。宋雨薇说话间，拿出了一片铜制的叶子，那叶子本无特别之处，可看到这叶子后，那守卫却顿时神色变化。大人稍等，属下这就去通知城主大人。他接过那铜制的叶子，便立刻离去。雨薇前辈，那是何物？楚风好奇地问道。他看那叶子很是普通，但显然那叶子的意义并不普通。楚风少主，那叶子乃是此地城主的贴身之物，能得到这叶子的人，便是贵客中的贵客。而小姐她生前对此地城主曾有救命之恩，所以也是此处贵客之一。宋雨薇说道。而没过多久，这殿门便被打开，一名中年男子便走了进来。此人身上至宝，楚风观察不到他的修为，但看模样倒是觉得此人像个好人。从他那穿着，可以猜出此人必然就是此地的主人了。而当他看到宋雨薇之后，顿时目露惊容，赶忙转身关紧殿门，将殿门关好之后，这才走到宋雨薇近前。雨薇大人，真的是你？你竟然还活着？此时的中年男子竟已是眼泛泪光。梁城主，我当年有事离开，侥幸躲过一劫，所以当年具体情况我并不知晓，可否告知于我？我金龙焰宗最终如何？宋雨薇问道。雨薇大人，所以你还不知道你金龙焰宗当年的遭遇？梁城主问道。不知。宋雨薇摇了摇头。雨薇大人，若是如此，那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金龙焰宗已经被司徒界灵门彻底覆灭了。随后，梁城主还详细的讲述了当日司徒界灵门将金龙焰宗覆灭的经过。其实对于那些经过以及最终结果，宋雨薇与楚风早有猜测，但是听到梁城主详细的讲述之后，二人的内心仍是被怒火所覆盖。不过也有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便是当年司徒界灵门的门主与楚风奶奶交手后身负重创，没过多久便去世了。如今世人皆以为楚风奶奶死了，可楚风和宋雨薇却知晓，其实楚风奶奶还活着，虽然疯癫了，可至少还活着。相比而言，司徒界灵门门主却死了，这自然也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梁城主，司徒界灵门现在最强者是何修为？楚风问道。其实这才是楚风他们来到这里真正的目的，就是打探司徒界灵门最强者的修为。毕竟司徒界灵门是楚风现在想要对付的对象。司徒界灵门当年也是损失惨重，不仅门主事后病死，还有诸多顶尖强者在当年那一战的时候便被洛乙大人所杀，所以司徒界灵门也是元气大伤。现在司徒界灵门的掌管者是当代门主，也就是上一任门主最具天赋的小儿子司徒坤也。但司徒坤也继承门主之位后，便时常闭关，很少有人见到他的模样，所以无人知道他的修为。而抛开这位当代门主，司徒坤也不谈，司徒界灵门的最强者便是司徒界灵门的太上长老司徒廷也。司徒廷也当年乃是3品半神，但我听闻最近已是有所突破，修为达到了4品半神的地步。实际上，司徒界灵门这些年真正的掌控者也正是司徒廷也。说来也是可笑，司徒廷也能得到太上长老的身份，完全是因为资历。说论实力，在当年的司徒界灵门根本排不上号。毕竟当年抛开接近半神巅峰的上一任门主不谈，在司徒界灵门内，7品半神都有着3位，6品半神、5品半神更是数不胜数。可现在只有5品半神的司徒廷也，却已是司徒界灵门最强的存在了。那一战，司徒界灵门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除非有卓越后辈出世，否则很难恢复元气了。这也算是司徒界灵门的报应了。梁城主说道。恢复元气，他们绝对没有那个机会。楚风说道。这位小友，你是雨薇大人的后人吗？听楚风这样说，梁大人好奇地问道。梁城主，这是我的新主人。雨薇大人介绍道。他并没有直接介绍楚风身份，哪怕梁城主是值得信任之人，可他还是想要保护楚风。那不知这位小友如何称呼？梁城主问道。楚风。楚风直接说道。原来是楚风少爷，幸会幸会。可能是因为雨薇大人的关系，梁城主对楚风的不仅友善，甚至格外的客气。明明是一城之主，可无论面对是楚风还是宋雨薇，他都像是属下一般放低了姿态。梁城主，仙途可有消息？宋雨薇又问道。而听到仙途2个字，梁城主顿时眉头皱起。他毕竟消息灵通，所以从他的表情便可看出，他也是知道当年之事和仙途也是有些关联的。梁城主，不方便透露吗？雨薇大人问道。并不是不方便透露，雨薇大人，您若想报仇，司徒界灵门倒还有些机会，可是仙途你还是不要招惹为好。梁城主，我们只是想了解仙途的情况，并未说一定找仙途麻烦，你若知晓，还请告知。宋雨薇说道。雨薇大人，不是我不告知，仙途是什么样的组织你也有所耳闻，他们本就是暗杀组织，不仅手段残忍，且做事向来谨慎，一直以来只有他们调查别人的份，少有人敢调查他们，所以关于他们的消息
我是真的不知晓，我只听闻仙途原本是由29人组成的暗杀组织，不过如今只剩下了7人，而现在剩下的7人可谓轻如手足，且每个成员身上都有一道阵法，当他们之中有成员遭遇生命危险时，这阵法便会被触发，触发之后，仙途其余成员便可与其共享视听，甚至可以隔空交流。这个时候，仙途便会对伤害其成员之人进行警告，若是此人不听，坚持要杀仙途成员，仙途就会对此人进行疯狂的追杀。仙途虽说是一个暗杀组织，可他们却不允许自己的成员被他人所害。最主要的是，虽然仙途人数很少，如今只剩7人，但实力皆是深不可测。莫说现在的司徒界灵门，就算鼎盛时期的司徒界灵门，也无法与仙途相比。梁城主说道。所以梁城主真的没有关于仙途的消息？宋雨薇又问道。雨薇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关于仙途的消息，若知晓必然会告知你的。梁城主说道。那我今日打探的这些消息，该付多少报酬？宋雨薇之所以这样问，是他知道向梁城主打探消息是需要付报酬的，并且根据消息不同，价格也是不同。雨薇大人，洛乙大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又是洛乙大人如今唯一在世的亲人，而我能力有限，能帮你的也是不多，若能提供到你所需要的消息，那乃是我的荣幸。您若要给我报酬，那不就是打我的脸吗？梁城主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宋雨薇此话说完，看向楚风，言外之意是楚风还有何想问的，大可直接问。梁城主，司徒界灵门的那个门主在闭关，是在何处闭关？是司徒界灵门之内吗？楚风问道。对，是司徒界灵门之内，应该是司徒界灵门专门用来闭关的禁地之内，但具体是哪里，我便不得而知了。梁城主说道。那么那个太上长老现在何处？也是在司徒界灵门内吗？楚风又问道。司徒庭野，他现在还真没有在司徒界灵门之内，而是在我真龙上界。梁城主说道。他也在真龙上界？他来真龙上界做什么？听闻此话，宋雨薇也是感到有些意外。虽说真龙上界也是司徒界灵门所掌控的领土，可是真龙上界在整个星域而言，算不上是强大的上界。司徒界灵门的人几乎很少来真龙上界。雨薇大人，您可还记得我真龙上界为何叫做真龙上界？梁城主对宋雨薇问道。当然记得，在很多年前，真龙星域出现了一位极为厉害传奇界灵师，他的结界之术非常出众，甚至被图腾龙族主动邀请成为客卿长老。虽然那位传奇界灵师已经去世多年，可因他曾为图腾龙族立下汗马功劳，又因其名字之中带有真龙2字，所以他所在的故乡星域被图腾龙族命名为真龙星域。哪怕司徒界灵门成为这方星域霸主，却也不得更改这座星域的名字。而真龙上界便是这位传奇界灵师真正的故土。于是便有传闻，那位传奇界灵师曾将自己的传承留在真龙上界，只是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发现，所以后面便都觉得这只是谣言。时至今日，真龙上界的实力其实在整个星域而言都只是一般，但之所以还有这么大的名声，正是因为那位传奇界灵师。宋雨薇说道。雨薇大人，你应该知道司徒界灵门为何而来了吧？梁城主的脸上露出一抹暗示般的笑容，看到这抹笑容，莫说宋雨薇，就连楚风也是察觉到了不对。难道说那位传奇界灵师的遗迹真的存在，且被人发现了？宋雨薇赶忙问道。最近1年，司徒界灵门派遣了不少高手来到真龙上界，虽然司徒界灵门的人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他们来真龙上界的目的，但我有可靠消息，他们来到真龙上界是因为有一座遗迹显现，而那座遗迹正是那位传奇界灵师所留下的遗迹，并且最近就连司徒界灵门的太上长老司徒庭野也来到了真龙上界，想必那遗迹已经到了可以开启的时候。梁城主说道。那梁城主可知道那遗迹在何处？楚风问道。知道。梁城主说话间拿出了一张地图，递给了楚风。地图打开可以发现，那上面已是标注出了一个位置。楚风少爷，那遗迹就在这里，不过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莫说司徒界灵门的诸多高手在，其实还有其他势力的人也在窥探这座遗迹，所以不管这座遗迹是否真的是那位传奇界灵师留下的遗迹，都必然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梁城主说道。多谢梁城主提醒，我们会注意的。楚风没有直接说他去或是不去，但是他此话的意思就是打算要去，而梁城主是聪明人，也是明白了楚风的意思。楚风少爷，雨薇大人，不管你们去还是不去，这地图你们便留着，只是我有一个请求，千万不要向任何人说起，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们的，否则若被司徒界灵门知晓，这可是灭门的大罪。梁城主请求道。放心吧，梁城主，规矩我们懂的。雨薇大人说道。多谢梁城主。楚风也是抱拳道谢，因为今日的消息对他们而言非常有帮助。4品半神的太上长老，对于如今拥有界灵大军的楚风而言，完全可以对付。既然他就在这真龙上界，那楚风自然是要过去找他的。因为梁城主本来也有贵客招待，楚风他们也是急着去找司徒界灵门的太上长老，所以并未寒暄，而是打探到想要的消息后，便决定离开。至于梁城主，确实很尊重雨薇大人和楚风，见他们要走，更是亲自送他们出城，直到目送楚风与宋雨薇离开后，这才转身回到城池之内。但梁城主并没有去休息，而是来到了一座用来招待贵客的大殿之中。这里坐着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那黑色斗篷带有兜帽，所以不仅将身上遮盖得严严实实，就连脸部也是被覆盖住了，根本看不清这个人的容貌。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非常的矮，矮的有些不正常，甚至比小朋友还要矮上不少。可面对这位梁城主，却不敢有丝毫怠慢。抱歉虎爷，让您久等了。进来之后，梁城主便赶忙道歉。到底是什么样的客人，竟比本大爷还重要？明明是本大爷先来的，可话还没有说完，你便离开，要让本大爷在这等着？难道是司徒界灵门的人？那身披黑色斗篷的人问道。
虎爷放心，并非司徒界灵门的人，而是在下的一位救命恩人。不过此事终究是我不对，为了表达歉意，我也不与虎爷谈价格了，就按照刚才虎爷说的价格，我将这个消息卖给你。梁城主说话间，取出了一个地图，递向了那身披斗篷之人。那地图虽然没有打开，但只从看外表，则是与他先前给楚风的地图一模一样。这还差不多。那身披斗篷之人并没有接过地图，但说话间却也有一只手从那斗篷之中伸出，手中有着一个长长的烟袋，递入了被兜帽覆盖的嘴巴里，深深的吸了一口。但引人瞩目的并非是这个烟袋，而是那只握住烟袋的手。那并不是人的手，那是一只猫的爪子。先看一下，看报酬可有不对。这虎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将一个乾坤袋丢向了梁城主。虎爷没拆。梁城主看了一下乾坤袋后说道：“那便好。”虎爷伸出另一只手，将那地图接过，那同样是一只猫爪。接过地图之后，虎爷打开看了一眼后，又问道：“梁城主，这个消息你可有卖给过其他人？”虎爷，我梁某以诚信为本，不欺瞒于你。原本这个消息我只打算卖给你的，毕竟这件事关乎司徒界灵门，若是传出去，我可就小命不保了。但是刚好今日来访的那位恩人也询问关于此事的消息，所以这个消息我也是告知了恩人。梁城主说道：“那本大爷不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你的恩人是何来路？”虎爷又问道：“抱歉，虎爷，这个我不能透露。”梁城主说道：“那你的那位恩人可知道我有来过？”虎爷又问道：“这点虎爷可以放心，虎爷是我贵客，我自然也不会将你的消息告诉别人，哪怕是恩人也没有告知。”梁城主说道：“这还差不多。好了，走了，下次再会。若是此次本大爷有好处，也会额外分你一点。”虎爷摆了摆手，便起身离开。那边多谢虎爷了。而梁城主也是起身送客。从梁城主的态度倒是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似乎也是颇为不错，至少是有些交情了。而楚风按照那地图一路前行，为了不引起注意，还使用了较为厉害的隐藏阵法，甚至动用了九龙圣袍的隐藏之力。虽说楚风结界之术不断攀升，但九龙圣袍的隐藏之力不见不减，反而随着楚风的实力也跟着攀升。所以哪怕是到现在，九龙圣袍的隐藏之力也是非常之好，甚至只要楚风不想显露，隐藏阵法与九龙圣袍两重隐藏之力的坚持之下，就算是神袍界灵师也未必能够发现楚风。终于，楚风与宋雨薇二人来到了地图所标识的地方，只是放眼望去，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山脉而已。莫说这里，就算一路上都是看不到任何修武者的踪迹，这里可以说是极为荒凉，基本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地方会与遗迹有关。甚至楚风来到了这里之后，正常目光也是看不出不妥。不过好在楚风还有天眼，天眼之下倒是显现出了一重伪装结界，但也是楚风明确知道这里有问题，且认真观察之后才发现的端倪。如若不然，楚风哪怕使用天眼，也很难发现此处不对。可哪怕天眼，楚风只是发现了这伪装结界，而无法看到内部的情况。这伪装结界有些年头了，明显不是司徒界灵门的手段，应该是那位传奇界灵师布置的。其实楚风若是想要破开这隐藏结界，以他现在的结界之术，只要花费一些时间是可以做到的。但楚风觉得司徒界灵门的人就在其中，若是他直接在外面开始布阵，那必然是要打草惊蛇。虽说已经知晓司徒界灵门那位太上长老的实力，在修罗王之下，楚风若只因报仇，大可以直接大开杀戒。可来时路上，楚风也有和宋雨薇交谈，知晓了这位传奇界灵师到底有多撩的。这位传奇界灵师不仅是被图腾龙族主动邀请成为客卿长老的，甚至还曾被七界圣府抛出橄榄枝，想要将其招入麾下。七界圣府为何地？那可是界灵师的圣地，想加入他们都非常的难，就别说被他们主动邀请了，能被他们主动邀请的，那都是极为厉害的界灵师。由此可以看出那位传奇界灵师是怎样一位存在。而最令人意外的是，面对七界圣府的邀请，那位传奇界灵师当年居然拒绝了，而是选择专心辅佐图腾龙族。要知道，闯遗迹这种地方，修武者能发挥的空间不大，靠的其实就是界灵师。而图腾龙族这些庞然大物虽然强大，修武者众多，但结界之术方面比这七界圣府可就差了太多。所以很多强大的遗迹都要联合七界圣府，哪怕是他们发现的，却也要找七界圣府来分一杯羹。若是自己有厉害的界灵师，就完全无需如此。所以当年那位传奇界灵师真的是为图腾龙族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真的非常强大。只是关于他的具体实力，宋雨薇也不知晓，只知道他是一位真龙界灵师，具体境界除了图腾龙族的人之外无人知晓。可真龙界灵师已是足够强大，那毕竟是堪比真神境强者的存在。所以楚风对于这个遗迹也是想要获得好处的。而根据楚风的分析，这个遗迹不会无端显现，司徒界灵门必然是发现了什么。毕竟司徒界灵门本就是结界与修武双修，甚至一些人的结界之术比修武方面还要强大。这个时候楚风还是不要打草惊蛇，让自己始终处于暗处，到了合适的时候再主动出击，根本看不出这里有何特殊之处。难不成梁城主的消息是假的？就在此时，宋雨薇开口了。原来在此期间，他也一直在观察此地，只是哪怕使用了特别的观察之法，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雨薇前辈，梁城主的消息是真的，这里的确有着一座遗迹，只是那隐藏结界将其覆盖了。楚风说道。哇，我竟丝毫没有看出。听楚风这样说，宋雨薇也是倍感欣喜。他欣喜的是，他们并没有白跑一趟。楚风少爷，那我们能进去吗？宋雨薇又问道。破开这隐藏结界，我倒是有着一定把握，但不能打草惊蛇。我看看能不能在不破坏这隐藏结界的情况下，就潜入进去。楚风说话间，拿出了天师拂尘。天师拂尘乃天师神宗10大镇宗法器之一，此宝可破密的。到机缘，守本主。
强结界，对于闯遗迹这种地方，天师拂尘是能够夺取先机的法器。只是天师拂尘似乎有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会帮助楚风，有的时候又不会帮助楚风，并非是楚风完全掌控之物。但是好在这一次，天师拂尘选择了帮助楚风。天师拂尘给予了楚风指示，原来这隐藏结界有一个入口，顺着那入口可以直接进入其中。但在天师拂尘给予指引之前，楚风哪怕使用天眼认真观察，也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入口。天师拂尘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强大。我的好宝贝，保持住，这次可就靠你了。楚风忍不住夸赞起天师拂尘。楚风少爷，是发现破绽了吗？听楚风这样说，宋雨薇不由问道。可以进去了。楚风说道。楚风少爷，你可真是令人惊叹啊！眼见着楚风这么快就发现了破绽，宋雨薇忍不住夸赞起来，倒不是拍楚风马屁，而是发自肺腑之言。因为此时他根本就无法发现隐藏结界，就别说隐藏结界的破绽了，他现在完全只能依仗楚风。可要知道，楚风还只是一个不足100岁的小辈，这样的天赋与本领，哪怕是他心目中的最强天才宋若仪也是不如，至少同时期的宋若仪是不如楚风的。所以在宋雨薇看来，楚风已经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前辈，您就别夸我了，都是这宝物的功劳。楚风尴尬的笑了笑，因为他也没有说谎，的确是这宝物的功劳。但说话间，楚风却突然停住了。等一下，楚风说道。怎么了？宋雨薇问道。我感觉到好像有人也在观察这里。楚风说话间，张开天眼观察四周。楚风他们现在是隐藏状态，所以除非实力远高出他们的界灵师，否则便很难发现他们。但现在楚风有了一种感觉，那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人在观察这方天地。那个人显然也是隐藏状态，楚风就是想将此人找出。可忽然，楚风神色大变，不仅是楚风，就连宋雨薇也是目露惊讶，因为一道身影已是浮现而出，那是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男子。青年男子长相极为英俊，气度更是高高在上。是他吗？楚风暗中观察着这名白衣青年，但无法确定刚刚观察这方天地的到底是不是这名白衣青年。可就在楚风观察之际，那白衣青年忽然抬手一掌向下方轰击而去，一掌轰出，顿时天摇地晃，就连宋雨薇也是赶忙挡在了楚风身前，因为那一掌之威乃是半神的手段。他也是小辈吧，竟已是半神境。楚风虽没有负伤，可看着那白衣青年却是内心复杂，因为他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白衣青年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小辈。要知道，现在的楚风已是整个东域最强的小辈，但距离半神还有着一段距离，可眼前何为却已是半神境，这对楚风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楚风少爷，他好像也是小辈。宋雨薇对楚风问道。其实宋雨薇也能够感受到白衣青年是个小辈，只是他感觉难以置信，所以才对楚风询问。是小辈，楚风给予了肯定回答。一个小辈竟有2品半神的修为。宋雨薇发出惊叹，他之所以难以置信，便是因为这白衣青年的修为还要在他之上。而就在这时，那白衣青年再度抬手一掌向下方的隐藏阵法轰击而去，但同样没有摧毁那隐藏阵法。由此可以看出，这隐藏阵法倒也是非常坚固，若不用结界之术，单纯使用武力还真是难以破开。他是故意的，但楚风却察觉到这白衣青年并没有真的打算用武力破开，他是故意的，因为轰击无果，他没有丝毫忧色，反而云淡风轻，就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在等待什么？光芒涌现，隐藏结界的破绽之处出现一道结界门，紧接着无数道身影自那结界门之中飞掠而出，直冲天际。转眼间，上万道身影已是出现在虚空之上，且将那白衣青年团团包围。这些全部都是司徒界灵门的人。很快，又有24道身影依次自结界门之内飞掠而出，站在了白衣青年的对立面。而相比于司徒界灵门的其他人，这24位可就更加利奥的。他们全部都是年迈老者，有男有女。而之所以他们更加利奥的，乃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界灵长袍与众不同。那界灵长袍闪烁着极为神圣的光华，但却并非宝物的光华，而是他们自身的力量，是结界之力所散发出的神圣光华，并且结界长袍上面还有特别的结界纹路。其中20位界灵长袍之上的纹路，宛如具有生命的白龙，在界灵长袍之内奔腾。与此同时，这20位界灵师身上还散发着堪比1品半神的气息，那是白龙纹。神袍界灵师，楚风目光变化，因为他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神袍界灵师不仅堪比半神境强者，更是有着明确的境界，从弱至强，分别为白龙纹、灰龙纹、蓝龙纹、紫龙纹、金龙纹、黄龙纹、仙龙纹、尊龙纹、圣龙纹。很显然，那20位界灵师皆是白龙神袍，还有3位界灵长袍上面的纹路乃是具有生命的灰龙，而他们身上的气息则是比白龙神袍更强。显然，这3位乃是神袍界灵师的第2重境界灰龙神袍，但灰龙神袍也并非最强。在这24位界灵师之中，最强的一位乃是蓝龙神袍。那蓝龙神袍是一个骨瘦如柴、个头不高，但却满面凶相的白发老头。楚风少爷，此人便是司徒廷也。看着那蓝龙神袍，宋雨薇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老实讲，看到这么多高手同时出现，楚风内心也是感到震撼的。无论是半神境强者，还是神袍界灵师，对于之前的楚风而言，那都是传说般的存在。可眼下居然出现在其面前这么多位，抛开修罗大军不谈，楚风自身实力与眼前这些存在比，可是有着较大的差距。不过这司徒界灵门的人现身，显然不是发现了楚风，而是冲着那白衣青年来的。至于那白衣青年被司徒界灵门团团包围，也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原来他等待的便是司徒界灵门的人，他是故意引司徒界灵门的人出来的。
而司徒界灵门的人刚冲出来的时候，不仅怒火滔天，甚至带有杀意。但当他们也发现了白衣青年是一个2品半神境的小辈后，也让他们引起了警觉，不仅没有发难，反而纷纷收起了杀意。由此可以看出，白衣青年的实力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必须谨慎对待的。不知来者何人？司徒婷也凝声问道。白云清。白衣青年说道。白云清。司徒婷也双眼变化，应该是在记忆中寻找白云清的身份，只是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并未听过白云清这个名字。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字很正常，但我师尊的名字你一定听过。自称白云清的白衣青年说道。敢问阁下师尊大名？司徒婷也再度问道。我师尊乃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白云清说道。克钦大长老。而白云清此话一出，司徒界灵门所有人都是面容变化，那是一种难以置信，可同时也是感到有些恐慌的复杂表情。你是太史大人的弟子？司徒婷也问此话的时候，语气也是变得敬畏起来。自己看。白云清说话间，一块令牌便丢了出去，司徒婷也伸手接住，可那令牌入手，那令牌便产生力量，力量之强，竟引得天地变化，虚空中之上竟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隐隐间还有龙影浮现。与此同时，那令牌也是光芒闪烁，图腾龙族4个大字，则是让司徒婷也老脸一抖。但相比于图腾龙族4个字，令牌的另一端的字，则是把司徒婷也的脸都吓得惨白起来，因为那另一端刻写着克钦大长老5个字。很显然，这正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才有的令牌。那虚空的意象以及令牌独有的力量是很难模仿的。这位的确是克钦大长老的正牌弟子。于是司徒婷也赶忙踏空而行，主动将那令牌奉还于白云清的手中。真是想不到，是太史大人的弟子驾到，我司徒界灵门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将令牌归还之后，司徒婷也更是赶忙施以大礼。与此同时，司徒界灵门的所有人也都是施以大礼。你们藏在这里做什么呢？白云清接过令牌，对其问道。我们。司徒婷也面露犹豫。怎么，事到如今还想欺瞒于我？白云清冷然一笑。大人，小人不敢隐瞒，我们在此处发现了一座遗迹，而我们怀疑这遗迹很可能是真龙大人留下的遗迹。司徒婷也明白，对方既然找到了这里，便是有备而来，所以也不敢隐瞒。你们可知真龙大人生前效力于何方势力？白云清问道。真龙大人生前与大人一样，皆是效力于图腾龙族。司徒婷也回道。明知真龙大人效力于图腾龙族，那么真龙大人遗留之物自然也当归属于图腾龙族。你们发现遗迹不上报，难道是想私吞？司徒界灵门，你们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白云清说话间，眼中寒芒涌现。他此话一出，司徒界灵门所有人都是脸色铁青。大人，小人可不敢有此私心，我们此行乃是想确认这里到底是不是真龙大人的遗迹。若是真龙大人遗迹，我们定会上报图腾龙族，绝对不敢私吞此处宝物。司徒婷也不仅俯身跪下，更是吓得冷汗直流。是吗？白云清表示怀疑，但很快又说道。罢了，今日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们随我开启这遗迹，只要顺利，我便不再追究此事。白云清说道。小人谨遵大人之命。司徒婷也抱拳说道。带路。白云清此话说出，司徒婷也是赶忙起身为白云清引路，而楚风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进去。穿过隐藏结界之后，映入眼帘的完全是一片新天地。这结界世界内不止绿树成荫，奇特的植物更是遍地，甚至还有真实的生灵，但又不是修武的妖兽，而是美轮美奂却无法说话的奇特生物。不过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坐落在不远处的一座宫殿。这宫殿造型奇特，为方形，通体灰色，没有窗户，大门紧闭，也有强横的结界附加墙体之中，使得此宫殿的墙壁坚不可摧。显然，这宫殿便是这遗迹的入口。眼下，司徒界灵门的人已经布置好了破解结界，正在破解那座大门。那结界阵法有24道阵眼，需要24个神袍界灵师同时催动，且阵法内有奇特宝物，那宝物的气息与那宫殿竟然相同。果然，司徒界灵门准备充沛，他们早就得到了可以开启这遗迹的宝物，一切绝非偶然。看样子要不了多久，这座大门便会被他们破开。雨薇前辈，您可知晓这个白云清的师尊是怎样一个人？楚风好奇地问道。看司徒婷也他们的反应，便知道这白云清的身份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利奥的。而他之所以能有如此身份，与他的师尊脱不开关系。他的师尊应该是太史心中，乃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他现在于图腾龙族的地位，相当于当年你的真龙大人。据我所知，当年的太史心中就已是一位真龙界灵师，想必现在的实力也会有所增进。也就难怪这个白云清小小年纪会有如此修为了。既然是那位的弟子，有这样的修为，反倒也是情理之中了。宋雨薇说道。雨薇前辈，这白云清的修为在图腾天河也算很特别的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从宋雨薇的反应来看，这白云清的实力在图腾天河来看也是不简单的存在。这白云清在图腾天河之中，那也是顶尖天才之一。当然，对于如今的图腾天河格局，我也不了解，但至少在当年我没离开的时候来看，他是极为顶尖的天才。因为那个时候，图腾天河中最强的小辈也只是2品半神。宋雨薇说道。当年最强的天才也只是2品半神吗？那我奶奶小辈的时候，最强修为是何修为？楚风好奇地问道。小姐小辈17，最强修为乃是9品5尊，是过了小辈之后，修为才踏入半神境。小姐虽出身在金龙焰宗，可纵观图腾天河而言，金龙焰宗的实力其实很弱，所得资源有限，所以小姐在小辈时期能有9品5尊，已是非常利奥的。若是有足够的资源，也许小姐的修为不会比当时图腾天河那位最强小辈差，甚至超越也并非没有可能。提起楚风的奶奶宋雨薇，则是有着绝对的自信，那可并非是因为关系亲近而盲目自信，相反，正是因为了解
才会有这样的自信。从此倒可以看出，虽然楚风的奶奶小贝时期在图腾天河来看，并非最卓越的小贝，但天赋绝对不容置疑，缺的只是资源罢了。不过当年的小贝也快1000岁了，每个时代的小贝都不一样。图腾天河也有过小贝天才凋零的时期，那个时期5尊境的小贝都没几个，就别说半神境了。所以这白云清在当今小贝之中到底是何水平，还要看当今小贝都有怎样的人物。宋雨薇说道，他不敢保证，是因为他曾在图腾天河生活过很多年，而小贝100岁为一代，他更是见证了很多代。不同时代的小贝天赋都不一样，有天才丛生的时代，也有天才凋零的时代，自然无法比较。不过他的这个修为绝对不可能是平庸之辈。很快宋雨薇又补充道，能得到雨薇前辈这样的评价，这白云清还真不简单。刚好也让我见识一下图腾天河最强界灵师弟子的手段。楚风没想到刚来到图腾天河就见到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这白云清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他的目标既然也是那位传奇界灵师的遗迹，那也就等于楚风的对手，二者交手在所难免。但楚风向来喜欢挑战，刚踏入图腾天河就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反而放楚风感到有些兴奋。忽然大地开始颤动，而一切都源自那宫殿，是那宫殿的大门在颤动，是要成功了吗？见这一幕，司徒界灵门的众人皆是变得兴奋起来。嘎吱，果然那大门打开了，但却并未完全打开，只是开启了一个很小的缝隙。可下一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开始源源不断地自那大门之中奔涌而出，冲向了在场的所有人，也包括楚风和宋雨薇。那力量无形无色，唯有经过身旁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楚风少爷，你感受到了吗？宋雨薇看向楚风，因为那力量也将他所覆盖。感受到了，是自那遗迹内出现的。楚风说道，因为有天师符尘在手，相比于其他人，楚风对那力量的感应则是更为清晰。其他人只能感受到那覆盖其周身的力量，甚至无法确定那力量的来源，只能进行猜测。但楚风却可以感应到在场的所有力量，这便是天师符尘的优势。楚风少爷，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宋雨薇问道。太上长老大人，我好像被一股力量覆盖了。我也被覆盖了。大人，这是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司徒界灵门的众人也是纷纷对司徒庭野等人询问起来。可实际上，就连司徒庭野他们也是一脸的不解，他们都感受到了那力量，但却不知道这力量究竟代表着什么。毕竟这力量太奇特了一些。可相比于他们，那白云清却是非常冷静，且拿出了一个罗盘。真龙大人，在下白云清乃为您留下的传承而来，我想您将传承放于此处，也是在等待一位配得上你传承之人的到来。而我白云清今日会证明，我便是您所等之人。白云清此话说完，便捏动法诀，那罗盘竟开始浮现奇异光华，紧接着其将罗盘对准大门。这一刻，通过天师符尘的感应力，楚风能感觉到那大门内涌现的力量竟开始涌入白云清的罗盘之内，并且通过罗盘进入白云清的身体。他在做什么？是在吞噬这力量吗？宋雨薇看向白云清，他虽感受不到那力量的变化，可却也根据现场情形有了自己的猜测。雨薇前辈，你刚刚不是问我那力量是什么吗？那乃是破阵仙机。楚风说道。破阵仙机？宋雨薇有些意外。对，那力量之中蕴藏仙机，若是能够得到他之认可，当大门彻底开启之后，将会得到仙机。而正常来说，被力量覆盖容易，但想真的吸收这力量，就要得到这力量的认可。可白云清手中的罗盘却可以轻易的得到了那力量的认可，他现在正在强战仙机。楚风说道。到底是太史心中的弟子，竟有这样的宝物，这可如何是好？听到楚风这番话后，宋雨薇变得慌乱起来。雨薇前辈莫急，我这个宝物同样可以抢占先机。楚风说话间看向了手中的天师符尘，因为当那力量出现之后，楚风就感受到了天师符尘的变化。楚风之所以确定那力量之中蕴藏先机，正是天师符尘给予的答案。当楚风催动天师符尘之后，那无形的力量也开始向楚风奔涌而来，且开始进入楚风体内。但这一切却是外人所看不见且感受不到的，就连正在抢夺先机的白云清也发现不到。所以楚风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就与那白云清争夺先机，并且楚风的速度比白云清还要快得多。不愧是天师神宗的镇宗之宝。此时楚风内心窃喜，虽然白云清的罗盘的确厉害，但若与楚风的天师符尘比，还是差了不少。至少比拼至宝这一点，白云清是不如自己的。这感觉，可忽然楚风神色变化，虽然没有人发现楚风在暗中抢夺先机，可楚风却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有其他人也在抢夺先机。此时此刻，除了他与白云清之外，还有第三个人也发现了那无形的力量蕴藏先机，并且那位也有着可以抢夺先机的手段。